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cosine A7 sin A7 的这一个问题上面来。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得到了 cosine A7 sin A7， 它们分别 Fourier transform 完，一个事实上是 p 平方加 a 平方，一个是 A3 p 平方加上 a 平方。那为了简化讨论起见，我们现在假设 a 是实数。如果 a 是实数的意思是说，你原先的 cosine AT 跟 sin AT 事实上就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什么 sinusoid 的震荡，就是只是震荡而已。因为 a 如果是负数的话 ，sin AT 事实上还会有 decay 或 exponential growth 的 component 在，就比较复杂。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在带这个的时候，其实事实上需要的是什么？是 real part 的 p 减掉 ia 大于0，所以呢 ，real part 的 p 减掉 ia 要大于0。如果 a 是实数的话，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 real part 的 p 大于0就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东西做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如果我今天在复数平面 p 把它画出来的话，它其实只有在 p 大于0的时候 Laplace transform 才存在。所以不要忘记了。只有在我画红色斜线的地方，对于一个 real 的 a 而言 ，Laplace cosine AT 的这个东西跟 Laplace sin AT 的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才存在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就来看一下好了，比如说我们来看 sin AT 好了，大家都知道 sin AT 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其实根本不会死嘛，对不对？它就一直震下去 ，OK？ 那这很显然就不符合，就是说它就不会死，你干嘛要研究它怎么死的呢？我们通常对 sin AT 而言都是研究它什么？研究它怎么震的嘛，对不对？怎么研究它怎么死的呢 ？Right？ 所以很显然这是研究错方法。可是你大家有一个可以看得到，复变呢可以告诉你，就是你自己研究错方法还是可以得到答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基本上呢，事实上可以被写成是 p 加上 ia，p 减掉 ia。分之 a， 所以很显然的，做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的这个 fp has two singularities， and one is at pa， another is at minus ia。所以如果你把它画出来的话，它其实还蛮漂亮的。一个事实上就是在 ia 的地方。一个事实上就是在负 ia 的地方 ，OK？ 所以，那这个其实事实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真正的意义其实很简单的 ，sinusoid function 其实它就是一直这样震下去。那它的长生不老指数是多少？它长生不老指数它是刚刚好长生不老而已。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如果你稍稍给它一点摧毁它的东西，它就挂了。这样，好，这是为什么？其实它是在 p 等于0 real part 这个地方，事实上是整个截止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它的 singularity， 它其实不在实数轴上，可是它在 ia 跟负 ia，ia 跟负 ia 它们的实数部都是多少？都是0。ia 跟负 ia 的实数部都是0，所以其实它就告诉你 singularity 它所在的地方的 real part 是0，就告诉你原来你做 Laplace transform 之前，它其实刚好是什么？它其实刚好是 marginal，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给它一点点小小的 exponential 负 pt 的话，它事实上就会 decay 成0 ，right？ 那到底为什么 p 在 ia 跟 p 在负 ia 它会有 singularity 呢？其实它就是 exactly。就是 it will die with a strange rotation basically， 所以 sin AT 跟 sin AT 它之所以在 p 等于 ia 跟 p 等于负 ia 有两个 singularity， 其实告诉你说，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解释过了，在 real axis 上面的 singularity 代表是什么？代表是这个东西它的 decay rate 是多少，对不对？那在 imaginary part 上面的 singularity 是什么？就代表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怎么旋转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一旦如果你可以接受复变之后，其实 Laplace transform 跟 Fourier transform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
所以你今天一个函数，你本来是想要去研究它怎么死的，结果发现，它死的地方呢都不在实数轴上，意思是说它死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But it actually died with a particular dancing style。那个其实就是 oscillation。那这里为什么有 IA 跟负 IA？ 是因为你们现在平常一般了解 sin 的原因是说，它就是某一个东西的震荡。那以后你们学到量力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事实上我们自然界的震荡分右旋的震荡跟左旋的震荡这样。那你们学过的 sin 跟 cos 事实上都是右旋跟左旋的震荡做均匀的的混合之后出来的结果这样。OK， 所以如果你不信的话，今天其实这一个图画出来是对 sin 在 Laplace transform 上面 singularity 的分析。你事实上对于 cos AT 有没有？你可以做一模一样的分析。你把它写开来之后，它分母是 P 不是 A， 可它下面其实还是 P 加 IA 跟 P 减掉 IA， 所以它 singularity 画出来事实上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只在意 singularity 的位置啊跟它的意涵的话 ，cos AT 事实上跟 sin AT 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OK， 所以从这边你大概可以学得到，就是我再 restate 一次。我们之前学到的是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会把 decay rate 化成什么？化成 singularity。OK， 那我们现在碰到 sin 跟 cos 有趣的地方是，它们看起来不像是有 decaying 的 process， 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做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你还是得到两个 singularity， 那你就可以 guarantee 这个 singularity 一定不会在实数轴上，因为如果在实数轴上，它就对应到是 decay rate， 所以它在虚数轴上。所以在虚数轴上的 singularity 事实上原来对应到的就是 oscillation。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可以接受 complex analysis 的概念的话， Laplace transform 出来之后的 singularity 的 real part 给你 decay rate，imaginary part 给你什么 oscillation frequency。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r life， 你现在知道，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两个物理量，一个是 decay rate， 就是怎么死的，跟一个是怎么正的 angular frequency， 两个事实上是同一个物理量的实部跟虚部而已。那如果你有做过光学的实验的话，你就知道了，很多光学的测量实部跟虚部就是 exactly 这个意思这样。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很简单，对不对？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到下一节去了。好，真的都没有问题吗？还是你们已经 totally get lost？ 那个很抱歉，没有办法解释这样。那个超出你们现在的程度呀。一个代表的是吸收，一个代表是放射，这样。And that doesn't help, right？ 这里sin出来，事实上会有两个 pole， 它背后的物理意涵事实上是非常漂亮。你们以前学过氢原子，对不对？氢原子如果今天在不同的东西，你照光之后，它事实上可以放出光子，也可以吸收光子。你们有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同样一个 sin 进来之后，可以吸收光子，也可以放出光子？这明明是两个不同的 process 啊 ，right？ 那事实上就是 exactly 这个原因这样。所以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convention， 这个 IA 跟负 IA 有一个事实上是代表就是放出某个东西的能力，一个是代表吸收进来的能力，这样。那因为平常我们以前没有学过量子力学，我们都在实数轴上面很笨的看，所以你看到就是东西在震这样。所以一束会震荡的电磁波，其实是它本身震荡，你如果量它，可能是 sin 或 cos 这样的震荡。可是其实事实上，在量子力学的意涵里面，它的意思是它有相同的激发光子出来跟吸收光子的能力，这样。然后它在复数平面上对应到就是两个刚好是 complex conjugate 的 pole。好，很抱歉，这个完全超出你们现在的程度。我之所以这样讲，原因纯粹是因为我是量子力学的迷而已，这样。好，所以回去把这段剪掉好了。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麦克风好像没什么用哎，这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别无线的？喂，我就这样用好了。好，这样看起来很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用 Laplace transform 来解 differential equation。对的，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一节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所以我其实忽略掉很多 technical detail。那我其实昨天已经在 Wikispaces 上面把你们这个礼拜的 homework 勾出来了。那就这礼拜我只勾了8题，所以我没有漏勾，所以我只勾了8题。那希望你们8题一定要回去自己弄完，你才知道 Laplace transform 是怎么算的。所以我刚刚其实花了1整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Laplace transform 背后的意涵是什么。That's actually much harder to get, OK？ 那我只是觉得 Laplace transform is actually very, very beautiful transformation。可是 somehow 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用的人其实是公数，然后另外一部分证明又是数学，所以就是说你常常可以看到我自己，无论是在网络上，或者是说文献上面，或者是在教科书里面，常常看到它被污名化，变成好像最后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刚才其实花了1整堂课，就是替他洗刷这个罪名，这样。它其实背后是有很强烈的、非常有趣的一个意思在背后，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消化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所有的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其实都有一个特性，它这个特性事实上就是它可以把 differential equation 化成代数的 equation。OK， so let's see how this works。假设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函数 yt， 然后我今天把它拿来微分完了。我们微分完之后呢，再去做 Laplace transform， 我们来看看它会得到什么。那这个的意义其实当然就是积分底 t 从0积到无限大 exponential 负 pt right， 然后再来的话是 y prime t。That's what it means。那我们现在就用分布积分。好，那你们学过分布积分，事实上你可以 dt 跟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把它写成是这一个 dy， 然后就2个相乘，所以就变成是 y exponential 负 pt 从0积到无限大，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什么？里外相乘减掉里外对调，那里外对调的话，外面当然就是 y。这一个放进去之后呢，事实上是 d exponential 负 pt 从0积到无限大。那 d 这个东西呢，当然就等于什么？就把它围出来就好了。它事实上是等于负 p exponential 负 pt 再乘上 dt。So then you realize a very, very simple things。这个东西的 Laplace transform， 这个无限大带进去之后 ，again 就是如果 y 的 Laplace transform 存在的话，这个意思就是它在无限大里面一定是0嘛，不然积分根本不会收敛，所以那一项是0。然后这个带进去的话就是负的，这个是 y 0，然后 exponential 0带进去是1，所以就不用写了。然后后面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负得正，所以变成加上 p， 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y exponential 负 pt 的积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 y 的 Laplace transform。所以从这里，如果你把Laplace 小 y 的 transform 叫做大 Y 的话，你就注意到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 Laplace transform y prime 事实上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p 再乘上大 Y， 然后再减掉 y0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得到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微分。你对一个函数微分完之后有没有？然后你再做 Laplace transform， 就等于原来的 y 怎样？直接再乘上 p， 然后再减掉 y0就好了。好，够简单了吧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个 tree 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今天你对于 y 微分2次的 Laplace transform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你就把 y double prime 想成是 y prime 的 prime 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带上面的公式，你就知道它应该是等于 p 乘上 Laplace transform y prime 再减掉 y prime 0。OK， 然后呢 ，Laplace transform y prime 再带一次，它是等于这一个，所以它就等于 p 平方 y， 再来的话是减掉 p y 0，再减掉 y prime 0。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想要去算 Laplace transform for the double derivative of a function， 它最后出来其实也是很简单，它是 p 平方 y p 跟这一个。所以你从这个非常简单的代数，你已经看到一件事情了。你其实只要知道一个函数的 Laplace transform 有没有，它微几次之后的徒子徒孙们的 Laplace transform 都很简单，你都可以直接这样带出来。Right？ 不要忘记，不要背这些什么 y 0啊、跟屁虫的什么 y prime 0，这都只是 number 而已，你就把它带进去就好了。哦，整个的重点是在于 differential operator 在这里好像似乎被化身成就是只要乘上一个小小的 p 就好了。OK，so it's actually very very simple。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来用一下这一个东西，好不好？我们刚才其实算过 cosine 跟 sin 的，所以假设如果今天我有个函数是 cosine t， 它最后出来事实上就是 p 平方加1分之 p。如果是 sin t 的话呢，它就是 p 平方加1分之1。好，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cosine t 的cosine t 事实上是什么？是 sin t 的微分，对不对？那 sin t 的微分不就等于什么？不就等于 p 再乘上 sin 的 Laplace transform， 那是再减掉原来的函数带0进去，原来的函数是多少？是 sin t，t 带0进去多少？是0。所以你根本不用算，你就知道 cosine 的 Laplace transform 一定是长这样，那它真的是长这样，对不对？我们刚才用别的方法算过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微积分有没有？事实上，在 Laplace transform 就串出一个family tree。你只要知道一个函数它 Laplace transform 长什么样子，之后你不管把它微几次，你都可以用这个非常简单的代数，把它 Laplace transform 的形式写出来。OK？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你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可以应用到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上面。好，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你们课本上的例子哦，就是 y double prime 加上4y 等于sin 2t。OK， 所以你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等式两边都做 Laplace transform， 然后应用到 Laplace transform， 事实上是 linear operator。所以它其实就等于 Laplace transform y double prime 加上4倍的 Laplace transform y， 就等于 Laplace transform sin 2t。OK， 那因为 Laplace transform sin 2t， 我们刚才其实才解过，它其实是 p 平方加上2的平方，然后是2。所以你知道等式的左边事实上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
那这一个的话也是非常单纯的事情，这个东西写出来事实上是 p 平方大 y 减掉 p y 0 ，OK， 再来的话是减掉 y 0 prime， 然后这个的话是等于加上4倍的 p， 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这个东西是多少？对不起。没有4倍的 p， 因为这只是很正常的，没有微分，所以它是4倍的 y 而已。好，所以你可以把有大 Y 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它事实上是变成是 p 平方加上4乘上大 Y， 后面这个东西是减掉 py 0加上 y 0 prime， 然后再来的话就等于 p 平方加2/4。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它给你的是 y 0等于10 ，y 0 prime 等于0，所以 y 0等于10 ，so you got 10 here，OK， 然后这个是0，所以这一整项根据前面给的就是变成10p，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整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在这边，你可以把这个移项过去，然后把这个除过去，所以你会得到 y 事实上是等于什么？是等于 p 平方加10p 这样，然后后面那一项的话呢，就变成是 p 平方加4的平方分之2，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哦。原先你是要解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其实它变成是一个代数式，所以你可以把我们要的那个答案的 Laplace transform 直接解出来。那如果你知道怎么倒过去做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then everything will be set, right？ 那在这边的话，你们要用到的其实就是2个重要的 Laplace transform， 我把它写下来。一个是号称所谓的 L3， 就是 Laplace transform Ch8.8， 事实上是等于by the way， 这个表你们千万不要去背，这样人生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的。OK，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个其实用到的就是这一个，对不对？你如果在这边把 a 取作比如说是2的话，对不起，这有个 p 这样，所以你用到的是 cosine 不是 sin，sorry， 我把 cosine 写下来。所以在这边，事实上，这个 p 平方加4p， 你知道这个做完 Fourier transform 回去，做完 Laplace transform 回去，其实得到的是 cosine 2t。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应回去的 yt 有一个是10倍的，这一个，那这个的话，其实就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就是 cosine 2t。那这一个的话，需要稍稍整形一下，因为这个如果你 a 带2进去的话，它事实上是 p 平方加上4的平方，然后这个是多少？这是2 3次方，所以总共是16。可是这只有2，所以事实上呢，它事实上其实是会有第二项是加上1/8。
然后就把这边的答案抄下来就好了。它其实是 sin 2t， 然后再来的话是减掉 2t cosine 2t。所以如果你把整个答案全部都写下来之后呢，它就变成是10倍的 cosine 2t 减掉1/4 t cosine 2t， 然后最后一项的话是加上1/8的 sin 2t，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最后你得出来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答案。所以在 Laplace equation 里面，它很好玩的一个特性是什么？是它其实可以非常完美无缝的把你的 initial condition 全部都带进去，然后最后就一次把它全部算出来。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而好玩的一个特性，这样。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again， 就是所有的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它其实一定都有这个特性，它可以把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变成什么？变成一个 algebraic equation。所以呢 ，instead of solving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you only need to solve the algebra. And once you solve the algebra, you just do the inverse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to get the final answer. 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就是你怎么样用 Laplace transform 去解东西。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再看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它有不同的解法。这个例子事实上是你们课本写的 y prime 等于2y 减掉 z， 跟 z prime 等于 y 加上2z。OK， 然后 y0 是1 ，z0 是0。So basically, this is a coupled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these initial conditions. So there are two ways that you can actually do the calculation. The first one is actually you realize this is nothing but a matrix, right? 这是一个矩阵，对不对？这事实上是 dy dt dz dt 等于什么？等于一个2负1 1 2 y z， 可以看得出来吗？所以事实上，这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偷偷藏了一个2负1 1 2的矩阵。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个2负1 1 2的矩阵，其实你就可以解出答案出来。那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我们刚刚新学到的 Laplace 的 transformation 去解这一整个东西，这样。好 ，realize this， 没有用。喂，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Laplace transform。y prime 的话，其实就是等于 p 乘上大 Y， 对不对？然后再减掉 y0。
那它其实就应该等于这边 Laplace transform 是等于减掉2y， 然后再减掉大的 z。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东西乘上 p 大 z 减掉 z0， 就等于右手边的 Laplace transform 是等于 y 加上2倍的大 Z。所以我只要把大 Y 跟大 Z 解出来，所有的事情就解决了。可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小 y0是1，然后小 z0 事实上是0。所以其实你可以稍稍把它整理一下，你就会得到 p 减2 y 加上 z 等于1。然后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把它移项过来，所以它事实上是变成是把这个移过去好了，算了，移过来好了。这边移过来是 y， 然后这边的话是减掉 p 减2 z， 其实等于0的，对不对？所以你当然可以直接从第二个式子直接解出来。事实上 y 就等于 p 减2 z， OK， 然后再把它带到第一个式子去，因为 z 的话就等于这一个，所以它事实上是 p 减2 y 再加上 p 减2分之1 y 就等于1，所以你可以直接把 y 解出来。它基本上其实就是 p 减2，然后这个的话是 p 减2的平方加上1乘上 y 就等于对不起1，然后你就把它再倒过去就好了。所以 y 事实上就等于 p 减2的平方加1分之 p 减2。OK， 所以很显然，这个其实只要稍稍查一下表就知道了。So again， 让我们回去查表，查这个是14，你就会得到 L14 Laplace transform exponential负 AT cosine BT 事实上是等于好，所以你这边很显然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 a 等于负2 b 等于1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一个东西得到我们的 y_t， 事实上是 a 等于负2，所以其实是 exponential 2t， 然后 b 等于1，所以事实上是 cosine t。So that's the first solution you got. OK， 那在这边当然你也可以再去把 z 解出来。那所以 z 事实上是等于什么？是等于 p 减2分之1 y， 所以等于是把这个除掉，所以它其实是 p 减2平方加1分之1。OK。And so, not surprisingly， 这个你也可以查表得到，就是有一个 L， 我忘了，好像是13吧。哦 ，Laplace transform exponential minus AT sin BT， 事实上会等于什么？注意看一下，这个是等于 P 加上 A 的
平方加上 b 平方分之1吧。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你只要取 a 等于-2 ，b 等于1，其实它就是等于 zt。所以从这里的话，你也可以解出 z of t 事实上是等于 exponential 2t sin t。So you can find the coupled differential equation by the Laplace transform。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有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解法，其实是回过头来看这一个式的。所以我可能稍稍就 skip 掉一些 detail， 告诉你怎么算。可是因为我已经先算过了，所以呢，假设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下，就是你今天有一个 yz， 你把这个东西是做这样的一个 rotation 到，比如说 u 跟 s 去好了，你就会发现，你最后得到的其实就会是 du dt ds dt。事实上就等于2减掉 i 0 0 2加上 i u 跟 s。OK， 所以基本上你们以前已经有学过这个2负1 1 2有没有？你是不是可以做矩阵对角化？矩阵对角化之后，你应该得到什么？你应该得到2减掉 lambda。2减掉 lambda 负1 1 modulus 等于0，对不对？所以这个乘开来之后就变成是2减掉 lambda 的平方，减掉负1就加上1等于0。所以这一个解出来就是 lambda 等于2加减 i。所以也就是有一个根是2减 i， 有一个根是2加 i。那你一旦先用矩阵对角化之后，换到那个新的 basis 去之后，你就发现这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变成什么？变成 decoupled， 它其实只是 du dt 等于2减 iu，ds dt 等于2加 is， 所以你当然可以直接把它解出来。u of t 事实上就等于 u0 exponential 2减 i t， 然后 st 就等于 s0 1的对不起2加 i t。那你可以用原来的 y0 跟 z0 把 u0 跟 s0 算出来，算完之后再转回去，你就会得到后来的 yt 跟 zt。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想我不需要再为大家做这些代数哦。你其实直接从后面的答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定是对的，这样。因为2加 i 2减 i 其实是告诉你说，它最后做 linear combination 出来之后，事实上是 exponential 2t cosine t 跟 exponential 2t sin t， 对不对？你大概用猜想就可以猜得出来，这样。So eventually you will get yz like that。所以事实上，当你下一次看到这样的 solution 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会直接看到，啊哈 ，there is some complex number 2 plus minus I behind the sin, right? 那事实上，就是你们现在学过所有的东西，其实所有的线性代数都是很简单的，所有的线性代数基本上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的，哈。那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用 Laplace transform 借用到 Laplace transform 是 linear operator， 就把答案算出来。然后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就会得到，啊哈，这个背后事实上是有个2加 i 2减 i 的 complex number 在背后的。
那个 number 是什么？那个 number 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够聪明，把它写成这个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矩阵对角化出来的 eigenvalue 事实上就是2加 i 2减 i。So all the linear equation basically is pretty easy to solve. It's just no different ways, and it all lead to exactly the same answer.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解答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你大概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对不起，它长什么样子哦？假设今天如果我把这一个轴写成是 yt， 这个轴写成 zt 好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 t 等于0的时候 ，zt 事实上是多少？是0，对不对 ？yt 是多少？是1这样。它其实事实上是在这里的。好，那如果你把它后来的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弄出来的话，它会变成是这样一个往外旋的螺线，这样。So it's actually pretty cute。好，那在这边因为2是正的，所以它其实是越旋越大，然后越旋越往外面去。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那糟糕被我擦掉了。哦，至少还留一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事实上，它最后做 Laplace transform 完之后，应该代表原来的函数 ，OK，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比如说把 zt， 它后来是 exponential 2t sin t， 然后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事实上是 p 减2平方加1/1。其实这个也会有 singularity， 这个 singularity 应该代表了最后那个函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来在复数平面上分析这样的一个函数。So in the complex plane， 对不起，你其实现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什么时候会变成0。那如果你把 p 当成是复数的话 ，p 减的要2的平方加上1要等于0，你就可以把 p 解出来，对不对 ？p 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它其实就是 p 减2的平方等于正负 i 了，所以事实上就是 p 等于2加减 i 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事实上呢，2加 i， 比如说是在这，2减 i 是在这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 singularity 在这里，有一个 singularity 在这里。然后原先整个东西呢，其实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定义的，所以你现在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函数它在做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的 generic behavior。你去看一下这个是 exponential 2t sin t 它的特性。你在做 Laplace transform， 如果 p 没有大于2的话，积分会收敛吗？积分不会收敛哦。如果你今天 p 是等于0的话，它就等于是 exponential 2t sin t 的积分，它基本上是发散的。对不对？它是 indefinite， so try to remember that。所以在这边其实事实上，你如果要 ensure 你整个积分要是收敛的话，你必须要满足这个特性。那这边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的 singularity 就非常有趣。你的 singularity 事实上是2加 i 跟2减 i， 所以它的实部2其实是告诉你原先这一个东西，它的 decay rate 是多少。那 in this case 因为它是正的，所以它其实不完全是 decay rate， 它其实是 growth rate 这样。那它的 imaginary part 是告诉你它的 oscillatory behavior， 所以这个其实就 exactly 回到了，就是说这个公式里面，如果你去看这一个的话，这个 generally 解出来之后，事实上 p 是等于什么？是等于负 a 加减 bi， 对不对？
，right？ 这一个函数，它最后 Fourier transform 长这样。如果你让它的分母是0的话 ，p 事实上是等于负 a 加减 bi， 对不对？所以前面的负 a 其实告诉你什么事？前面的负 a 其实告诉你它其实是一个 exponential decay。后面那个 bi 那一对告诉你什么事？告诉你事实上它是有一个震荡的部分，它是 sin bt，right？ 所以你从这里也可以再一次的清楚的看到 Laplace transformation 过去之后，你得到的 singularity， 它会有实部跟虚部。实部给你的其实就是 decay rate 或 growth rate。虚部给你的就是 oscillatory frequency， 所以这里再一次验证了，就是说为什么 decay rate 是 1 over time， angular frequency 也是 1 over time， 它们事实上是什么？它们因次是相同的，所以它们事实上是可以加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乘上一个 i 把它们加在一起的，所以它们整个都在一起之后，事实上 either you can call it complex decay rate or complex frequency。好，那其实那一个东西本身有没有？其实事实上是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以后希望就是说，你们学了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你就可以稍稍 extend 你对 decay rate 或 oscillation 的特性。一个东西怎么慢慢 decay 掉了，跟一个东西怎么做震荡，其实事实上是同样，它只是时速轴上面是实部跟虚部而已。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就是把我今天讲的这几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例子，好好的复习一下，这样，然后试着去了解一下。整个 Laplace transform 背后，就是它的 singularity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